我觉得挺光荣、挺荣幸的，因为可以作为中国第一个品牌大使来参加这次的活动，然后我觉得 Polo S 这个 Game Changer 的这个调性跟我本人也挺符合的，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不断颠覆自己，然后不断挑战自己的这样一个性格，可能也是因为跟处女座有关系吧。刚才看到就是你带的这块 Polo S， 然后带了好几，因为它有5种颜色嘛，5个不同的牌，你最喜欢哪个颜色？白的、黑的、蓝色的？我选了蓝色的，因为从小我就最喜欢蓝色，然后它是大海和天空的颜色，也是我粉丝会的颜色。那你觉得伯爵最吸引你的是哪一点？然后你最吸引伯爵的又是什么？我觉得伯爵作为手表来说，它有非常悠久的历史，然后呢，它的工艺非常的精湛。我今天怎么老是要说这个星座呢？就是我们处女座吧，做事儿呢就特别的严谨一丝不苟。所以呢，我觉得在很多方面呢，就是品牌和我之间都有着这个千丝万缕的联系。比方说追求完美，然后不满于现状，然后不断的突破挑战，这样。那你觉得戴腕表会给男生带来什么样的气质？我之前有讲过一句话，我说我代表我，其实我的意思就是说，你选择什么样的手表其实就是代表了你的个性，代表你的品味和你的生活的方式。那你觉得女生代表你喜欢吗？其实对于代表的女生，我会怎么说呢？会引起我特别的注意吧，就像背相机的女生一样，因为我觉得就是我们传统的理解好像机械的东西和男生会比较的这个关联紧密，但是如果一旦女孩背起了相机或者戴起了手表，尤其是机械表的话，我就会觉得特别酷特别有范儿。所以你喜欢酷女孩，还有就比较独立的女生吗？是啊。OK， 最近好像特别忙是吗？世界各地飞来飞去。那有没有最喜欢的城市？我前一段时间去了西西里。然后那里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因为西西里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古希腊的文明是从西西里开始传入整个欧洲的，所以在上千年的历史当中，你可以在西西里这个岛上看到各种各样的不同风格的建筑，那里就像一座巨大无比的博物馆。一般都会很长时间的飞机旅行，那你在飞机上都是怎么消磨时间呢？大部分的时间是看电影我还挺喜欢长途飞行的，因为觉得那是一种很特别的体验所以我不会，就是很多人会害怕，就觉得长途飞行特别累，我一点都没有这感觉。那最近最喜欢的电影是什么？最近我看韩国的电影比较多。然后我最喜欢那部电影叫《溯源》。我是一个看片儿就是泪点比较高的人，但是《溯源》这部电影是让我哭到就是收不住的那种。我先不剧透了吧，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找来看一下。除了就是他能够打动你的心之外，我觉得就是这个导演他的表现手法，他的很多电影中的设计，我只能竖大拇指，特别佩服。那你在旅行中就是必须要带的物品和服装都是什么样的？其实出去旅行的话，我喜欢拍照，那相机肯定是必不可少的。从服装上来说呢，我觉得一双舒服的鞋很重要，因为旅行的话，你可能要走很多的路，如果
鞋不舒服的话，会给你带来很多的麻烦。当然，手表也很重要，对吧？而且如果是去不同的时区的话，那你一般到一个新的城市会必须要做的是什么？对，美食当然是一定要去尝试的啊。然后我呢是如果有时间允许的话，我是喜欢到处乱走的，就是徒步，然后在大街小巷当中去穿行。我呢就不太喜欢去往那些名胜古迹那边挤一个是游客特别多，然后到处都要排队浪费时间，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有些东西吧你可能通过其他途径也能够了解到就是不一定要真的去身临其境，有时候你或者你远远的去看一看就能够感觉到了。但是每到一个地方真正能够体现当地的风土人情的是那边的当地的人的真实的生活，那这些东西是需要靠你自己走路去探寻的。那月底霍建华就结婚了，你会做伴郎吗？我不会做伴郎，但是我会以灯泡的形式出现，点亮他们的那个婚礼现场。那下个月马上就要奥运会了，奥运会有去打算看比赛吗？我应该会去巴西，当然也是工作吧，顺便去看一下比赛，就感受一下那里的氛围。那你平时喜欢什么样的运动？我其实奥运项目的话，我比较会关注游泳项目，因为那个对于中国队来说是强项然后经常会给我们惊喜你喜欢哪种泳姿呢？我觉得最帅的当然还是蝶泳难度最大。对，可惜我不会游泳。